为什么键盘上的字母是条乱而不是顺着 ABC 排列呢？键盘上的字母顺序 ABC 看似条乱的排列，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起源于早期的打字机设计，经过了多个演化阶段，最终形成了今天常见的 QWERTY 键盘布局。要理解为什么键盘上的字母排列是这样的，需要追溯到打字机的起源，同时考虑打字机技术、人类习惯和文化的发展。本文将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包括 QWERTY 键盘的历史、设计原则以及现代键盘布局的一些变体。1. 打字机的起源。打字机最早出现在19世纪，旨在解决手写文档的缺点，提高文书处理的效率。最早的打字机布局并不是 QWERTY， 而是一个被称为肖尔斯和格兰特打字机的机型。它的键盘布局是按照字母的字母频率排列的。这种布局的目的是让打字员尽可能快地输入文本，因为频率较高的字母在键盘上的位置更靠近，减少了按键的距离。2. 打字机速度竞赛。然而，随着打字机的普及，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打字员在快速输入文本时，打字机的机械结构容易卡住，因为相邻的字母在印刷头上容易发生碰撞，这导致了打字速度的限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打字机制造商开始寻找一种方法来减缓打字员的速度，以降低碰撞的概率。3. QWERTY 键盘的设计。1873年，克里斯托弗·肖尔斯 Christopher Sholes 设计了第一个商用打字机。这个打字机采用了一个新的键盘布局，即 QWERTY 键盘。QWERTY 键盘的名字来源于键盘上第一行的前6个字母。这个布局的目的是通过将常用字母的位置分散在键盘上，降低打字速度，从而减少印刷头的碰撞，减少机械卡顿的问题。肖尔斯的设计成功降低了打字员的速度，但同时也增加了学习成本，因为打字员需要重新适应这个新的布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QWERTY 键盘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这种布局，使其成为标准。4. QWERTY 键盘的传播。QWERTY 键盘的传播离不开它的商业成功。肖尔斯将他的打字机销售给了雷明顿 Remington 公司，后者将其推广到全球。雷明顿在销售中采取了积极的宣传策略，包括举办打字比赛，以展示 QWERTY 键盘的性能优势。这些活动帮助确立了 QWERTY 键盘的地位，并促使其他打字机制造商采用了相似的布局。5. 其他键盘布局的尝试。尽管 QWERTY 键盘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标准，但仍然有人认为它并不是最优的键盘布局。因此，在 QWERTY 键盘之后，出现了其他键盘布局的尝试，其中一些布局旨在提高打字速度和减少疲劳。5.1 Dvorak Simplified Keyboard。 20世纪初，奥古斯塔斯·德沃拉克 August Dvorak 设计了一种被称为 Dvorak 简化键盘的布局。他认为这种布局可以提高打字效率。Dvorak 布局将常用字母分布在键盘上的中心位置，旨在减少手指的移动距离，提高打字速度。尽管 Dvorak 布局在实验中表现出一些潜在的优势，但它从未能够真正挑战 QWERTY 键盘的统治地位，因为用户和工业界都已经习惯了 QWERTY。 5.2 Comac 和 Dvorak 布局的变种。近年来，一些键盘布局的变种，如 Comac 和 Walkman， 试图在保留 QWERTY 键盘的基本结构的同时，对字母的排列进行微调，以提高打字效率。这些布局的目标是减少手指的移动，降低打字的疲劳，并提高输入速度。尽管它们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能有所帮助，但它们仍然没有改变 QWERTY 键盘的主导地位。6. 现代键盘布局。尽管 QWERTY 键盘的设计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但它仍然是目前最常见的键盘布局。
几乎所有的计算机键盘都采用了这种布局，这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 QWERTY 键盘，而且它已经深深扎根于文化和工业中。此外，许多计算机软件和操作系统都支持 QWERTY 键盘布局，使得切换到其他布局可能会带来不便。虽然 QWERTY 键盘的设计目的是减缓打字员的速度，以减少机械问题，但在现代计算机时代，这些问题已经不再具有影响力。计算机键盘使用电子技术，避免了打字机的机械问题，因此在速度方面没有限制。此外，人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适应 QWERTY 键盘，因此改变布局可能会带来不便。尽管 QWERTY 键盘布局有一些历史上的缺陷，但它已经成为一种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适应了它。而且，现代技术允许我们使用键盘快捷键和自动更正等功能来提高打字效率，这减轻了布局本身的重要性。总结一下，键盘上的 ABC 顺序看似条乱，实际上源于早期打字机的技术需求。为了减少印刷头的碰撞问题， QWERTY 键盘布局应运而生。尽管现代技术已经消除了这些问题，但 QWERTY 键盘布局已经成为一种标准，深深扎根于文化和工业中，因此改变它并不容易。虽然有其他键盘布局的尝试，但它们没有真正挑战 QWERTY 键盘的统治地位。因此，尽管看起来条乱，但 QWERTY 键盘布局已成为现代计算机键盘的常见选择。